个事件是不是也跟美国有关呢？这是荷兰啊，过去很少看到这样的这个冲突事件，这一次是荷兰官方公开的这个加以谴责。那中国大陆方面，国防部也公开回应什么呢？他说这个荷兰指控共军不安全的动作哦，这是6月7号发生的。共军2架战机、1架直升机在东海对荷兰加以抵近，然后包括绕飞这个直升机互相抵近的舰艇哦，让他通过海域的时候，台湾海峡的时候产生危险。他认为这是很不安全的行为。那中国大陆的国防部是直接回应说，这个叫做外逼驱离，完全合法合理，因为在东部的海域里头，何方颠倒黑白、欲盖弥彰，制造不安全的是何方，而不是中方嘛。当然，战机跟直升机的速度跟高度有差异啦。你说要如何互相盘旋是有点难度，就专业上来看。但根据3立新闻的新闻特别讲说，哎呦，这个是有差的。你看，中国不满荷兰舰穿越台海，就派军机盘旋逼近，那柿子挑软的吃。他说，如果是美国呢，他就不敢讲话，只敢嘴巴喊几声恶意挑衅，验证北京只敢挑柿子软的捏。真的是这样吗？当然，荷兰军情局过去就曾经有过发布的消息是，最新也有一个跟进的，就是说，中国大陆支持的网络间谍组织啊，去年对当地的国防部发动了多起的骇客攻击，几个月之内有2万人受害。这个受害不知道是指哪一种方面到什么受害，应该就是入侵吗？还是网站上怎么被瘫痪吗？不知道。但是除了荷兰的军工业跟半导体产业之外，整个欧美地区，荷兰说都是中国间谍的目标吗？哦，跟欧美有关的先进产业，通通都被监控跟或者是被骇客入侵了吗？那这个是过去阿姆斯特丹市议员亚历山大说的哦，1280台这个目前有1280台的中国制造的摄像头，因为这些理由可能会被危害，所以全面都要把它解除任务。但是因为花费经费太大，要花5年把不过摄像头啊、路上交通拍路上的这个所有交通的这个摄像仪器，通通都要拿掉，免得被监控，会被有入认知作战监控的可能性。真的吗？因为今年荷兰首相才刚刚到中国大陆去见过习近平，2个人当时是感觉非常的和乐，而且当时习近平是说，任何势力都无法遏阻中国科技发展的步伐哦，脱钩断链没有出路，合作开放唯一选择。荷兰总理吕特当时是给他正面的回应啊，他说脱断链不是荷兰要的哟，因为他也希望不要损害跟中国发展的各种合作机会。所以这有意思了，到底吕特还面告了习近平说中国网络有间谍啊，让他们很棘手啊，要求这个中方能够关注，但现在又往这个方向来发展，跟美国有关系吗？美国要抗中吗？美国要大选吗？当然，艾斯摩尔也是其中一个关键因素，美国要抵制、对抗、围堵中国大陆在晶片部分。艾斯摩尔执行长前2天我们在特别讲说他告诉大家说，美国对艾斯摩尔出售 EUV 到中国这种禁令，只会促进了中国大陆自己研发的成长啊，会反而这个所谓7奈米晶片，华为快速发展出来。不过事实上如此。真的，华为已经公开的宣布说，它7奈米升级版的 AI 晶片升腾910C， 这个性能已经可以对标到 NVIDIA 的 H2200了哦。所以这样子的一个技术快速的升级，不也是来自于中国被美国所围堵跟管制吗？那业界甚至预估，这个所谓的910C 的单卡价格会大概台币85万左右，但它的竞争力跟辉达的128万有相当价格优势，但是当然技术能量各方面还有待大家来对比看看。但事实上，这样子的一个围堵跟技术的围剿，现在看起来真的是对美国来讲反效果吗？赖教授，先来看看在荷兰的部分，为什么突然这么大动作呢？荷兰是自取其辱了哈，那么自己找骂哀，然后自己被驱赶，因为现在的荷兰不是您刚提到的吕特的政府哦，因为他现在是极右翼当家了，那吕特已经卸任了，是吕特现在在努力争取当这个北约的秘书长的这样的一个职务，可是极右翼上来以后想立军威，想说我是极右翼的，我很厉害有美国人可以靠，我可以来试看看。那他这次派的这艘军舰是老军舰，23年的舰龄它是主要是为了要参加这个美国的环太平洋的军演因为2年半一次嘛，荷兰派的一艘船，可是因为荷兰过去殖民过台湾，
所以他念念不忘这个福尔摩沙然后他也殖民过印尼，所以他认为他在这个印太这个地区啊，他还是有这个足够的威望、足够的力量。可他忘了，现在的海权时代已经不是你荷兰那个全盛时期的海权了。现在在整个太平洋的海权是中美在较量，而不是你荷兰。荷兰已经不是一个咖，可他忘不了过去的历史，所以呢，他就要到这个地方来秀肌肉，穿越台湾海峡。其实穿越台湾海峡没有发生什么样的大问题，大陆就是保持警戒，可是他是在哪里被驱赶呢？是到上海口，也就是到上海的时候啊，他被驱赶了。那中国大陆刚开始是用广播就是用通讯告诉你说你已经进入我们的水域了，麻烦你离开。那他不理会，他说他根据安理会这决议他来执行监督朝鲜在海上的活动。你想想看，可是问题就在于中国大陆觉得你莫名其妙，我是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我们什么时候指挥你、授权给你来监督这个事情呢？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有关于监督朝鲜的这一些有没有遵守安理会的规定的这个小组已经解散了，不存在了，所以你也本身也大马后这个是闽南语你本身也要知道那个 update 应该要跟上节奏。你采用的是澳大利亚当时一模一样的理由，而澳大利亚当时就被中国大陆驱赶走嘛，而且呢是打的曳光弹、泄光弹然后让他的飞机下了半时就飞走了。好，当时澳大利亚就已经被驱逐走了。现在你荷兰来了，荷兰来了以后叫你走你不走，然后呢你的飞机还起飞，那当然中国大陆就2架战机就过来了，1架直升机就把你赶走了。然后在你的舰上飞来飞去的时候，澳大利亚觉得压力太大了，走了就是你自己取其辱嘛，因为没有安理会，中国是常任理事国，没有授权给你到我的家门口来撒野。那因此，当荷兰被赶走了以后，荷兰自己就要控诉以后，当然大陆就马上就骂回去嘛，骂回去就说，你谎称你说谎，因为根本没有人授权给你，没有任何联合国给你这个权利。然后你还跑到上海的门口，这都可以假呀？都可以假。有没有这个决议？右翼的政府没有什么不能讲的例如说台湾现在也是极右翼的当家嘛，对不对？所以只要脸丢光了以后就怪大陆嘛，这也是极右翼在当家嘛，搞民粹主义、搞种族主义、搞民族主义，在台湾挑逗这种族群的对立冲突，难道不就是极右翼的特征吗？极右翼的特征就是对于族群的矛盾冲突是特别有兴趣然后这个就是极右翼的特征嘛。所以我觉得在台湾极右翼的当家，在荷兰极右翼的当家都玩这个把戏，同样的把戏玩不玩呢？我斌哥因为觉得好熟悉这个感觉台湾不是刚讨论上一题吗？不就是第5纵队吗？不就认知作战吗？不就要监控？他说2万多人受害，不是又是沈伯洋那一套也在荷兰发生吗？荷兰如果认为真的间谍行动这么恐怖，就把他抓起来啊，对不对？你们荷兰干什么吃的？为什么不把人抓起来？你都知道他在从事这些活动，去抓人啊。然后我跟你讲，荷兰在打假球了，因为你看你们自己这边这个新闻嘛，他说哇，这些摄像头1280个。会监看我们的秘密，很可怕，所以我们准备5年之内慢慢换。你有知道1800一下子就可以换完了。这个2天可以搞定的事情，他说5年，所以他根本就是虚应故事嘛，慢慢换。预算很高，所以要慢慢换。搞不好换的是华为的。对啊，搞不好，对，搞不好他是换更便宜的。不是，这很好笑嘛？如果真的像他讲那么几集，怎么会5年？你怎么可能5年才慢慢换？所以这根本就是拿来唬人用的嘛。这根本是骗人的把戏。那荷兰这个军舰被驱赶了，我是觉得你别的都不要讲，双方一定都讲对方不对。可是我请教荷兰一下，你在哪里？你在哪里？今天如果是发生在阿姆斯特丹那边，我会说中国大陆错，因为他没事跑你家门口挑衅干嘛？可是你在人家门口你在人家家门口，你跑到上海去干嘛？你跑到那边干什么？你要监控北韩去上海干什么？看胡歌吗？对，我不知道，还是其实你是去追星的，搞不好是那个上海那边很多明星，他想去看一下，是不是这样？不然的话，你监控北韩，奇怪，你跑到上海，你根本跑错地方，你是俞北辰教出来，不会看地图是这样吗？所以你到底在干什么啊？
所以我都不知道这些人在胡扯什么东西。然后三立更好笑，三立讲说，哇，你看他只敢欺负荷兰啊，只敢欺负澳洲啦，看到美国就缩回去了，对不对？对，他是这么说。三立这样讲，对不对？我告诉你，中共恶意在南海挑衅各国，攻击歼14逼近美军机，相距仅6公尺，中美险擦枪走火。三立的新闻，那你自己都这样报，你到底在想什么？你们是不同一个编辑，是吧？彼此没有打招呼，这真的有趣。所以你们做这种新闻，不会觉得自己觉得很好笑吗？你们自己家都在讲中美差点要打起来，然后你现在告诉我说老公不敢惹老美，所以我真的不知道这些人脑袋在装什么东西啊。那老实讲，现在呢，中国大陆的晶片被卡得很紧，所以中国大陆被迫一定要自己研发，这没办法的事情，因为现实摆在眼前，研发不出来他就挂，就是这么简单，所以他逼着他非去做不可。那当然，他现在是说他这个升腾910C 很厉害，可是我讲实在话，没有真正做出来之前，谁都不敢讲一定是怎么样。所以重点就是中国大陆要证明它有能耐，就是把它做出来，它性能真的跟 H200一样，价钱还比它便宜。那老实讲，这种作为可能会逼着美国取消制裁，为什么？因为制裁已经无效。其实现在世界上欧洲很多国家开始在讨论什么？开始在讨论是不是要放弃对俄罗斯制裁，因为制裁了个半天，是欧洲越来越穷，然后俄罗斯经济大爆发，这不是很奇怪的一件事吗？所以我就觉得中国大陆如果不想被人家制裁，如果不想被人家卡脖子，只有一招。就是自己要研发成功，其他没有别的路。嘉宾专业的来看，到底谁才是软柿子呢？这个很简单，荷兰根本不是个角色哦，你值得讨论吗？那个海军的舰长要我是这个中国大陆，就寄一张郑成功的照片给他。当年你们是怎么被赶出去的，对不对？这根本他都武力威胁不到中国大陆嘛。你说要经过这边，你只要公开打个招呼，我让你过嘛。你非要到长江口，你来挑衅什么呢？所以这个问题，2架飞机就把你赶走了，这个不值得讨论。我觉得针对一件事情，中国大陆要注意，菲律宾呢会被美国越来越加码。我飞到过克拉克空军机场，离台湾真的很近，因为美国一直在菲律宾加码，中国大陆就应该什么？你马德雷舰那个领土没有被国际承认是菲律宾的，我就用灰色作战嘛。我就现在趁你美国还没有完全在菲律宾建立战力，我就把马德雷号的人逮起来嘛，送回你菲律宾，那个破船给你炸掉。因为什么？我也没对你美国作战，对不对？我没有侵犯你菲律宾的本土。我跟你讲，当初很早就该这样做。这个小问题你不处理，现在越来越大。等到美军在菲律宾的足够的基地建立足够的战力，就麻烦了。那个时候你就没办法。他是迟早美国的意图就是让你南海行动准则在越南、马来西亚、印尼、菲律宾不能够达成协议。这个东西长痛跟短痛，你要下决心。我觉得你再这样拖下去啊，还在那里搞啊，灰色的问题就有灰色的手段来处理，对不对？你那个岛算谁的啊？谁都不是。我认为你是备难人员、船难人员，帮你处理，用人权帮你处理。这个玩意儿，美国不敢给你公开调，因为他的势力在菲律宾还没建起来。等到美军的空军在克拉克基地建立了一个纵队、一个大队，就很麻烦了。所以这个问题就是说，玩国家安全的问题，当局要立断。你今天不断，后续的问题就越来越多，会影响到整个南海行动准则。所以地缘政治的竞争，我们来看看在金砖国家，所谓金砖朋友圈中国外长王毅出席了这个会议里头，公开发言是说，个别国家为了维护单极霸权的地位，把经济金融手段工具化，因为金砖本来就是一个经济合作的联合体嘛那像现在所谓南北鸿沟扩大，他强调的是全球南方也是会讲话的啦，也会出声的啦，不再是沉默的大多数，而是觉醒的力量。所以越来越多的国家想要加入，例如泰国，他见外长
泰国的外长的时候，强调的是说，中泰一家亲，要帮泰国做什么？中泰铁路大项目基建来发展，让当地的这个基建可以达成完全不一样的境界。因为这个如果基建铁路一盖下来中国参建老挝啊、泰国啊铁路路线图，一路从昆明就可以把所有的货运物流直接出海，有这么一条方便的便捷的中泰铁路，对于中泰来讲，双方都有好处。而普京当然是另外一个老大，在金砖里头，俄罗斯特别也欢迎土耳其，现在还在说，欧洲国家说你要选边啊，北约跟这个金砖你不可以两边讨好，你要选边啊。但普京已经公开在11号的莫斯科会见土耳其外长，强调什么呢？欢迎他来参加，同时也计划跟土耳其总统埃尔段今年7月就在哈萨克活动的时候要见面。所以对美国来讲，要抵制围堵金砖可能对他产生的威胁的时候，被说美国的敌人是自己吗？这是来自于《金融时报》的一个分析报道。《金融时报》分析师卡明认为，美元强势地位是在美国有强势的领导地位的时候才有用，但他的地位动摇，美国队长不强的时候，去美元化的警钟就会响起，事实上已经响起了，所以这都会使美元的全球角色急剧下降。当然，这个金砖国家自己发展的货币系统也会让美元地位一落千丈，威胁到的是美国自己啊，还有油元的地位也是危机。美国跟沙特阿拉伯要签一个防御条约很重要，对于美国来讲，还有取得油源可以有更多的合作，来自于能源的这一块。但沙特阿拉伯要什么？要共同防御条约。6月9号本来就要签，不知道为什么拖到现在还没有具体的直接宣布到底为什么不知道？但美国承诺会保卫沙特阿拉伯。如果说到时候万一沙特阿拉伯受到其他国家的侵扰的时候，他也要出兵去一起保卫他的。那这个关键是说，现在问题是以色列，美国想要促成沙特阿拉伯跟以色列建立正常关系，却取决于他是不是可以愿意承认巴勒斯坦建国啊，他一定不可能承认，所以这件事情会不会因此而一直延宕下去，根本没谱了呢？那被说留给拜登时间不多，一方面是大选但是美沙战略的所谓的安全协议，就类似美日的安保条例一样是有法律效力的如果说这个美军要帮助捍卫沙特阿拉伯交换的话，那美军也可以进到沙特的领土跟领空各种许可那当然沙特阿拉伯在中东的地位就有所提升，理论上沙特阿拉伯应该会赶快签才对。但是知情人士分析，这是媒体来的外媒的报道说，这是因为上个月沙国的王储跟美国的国安顾问苏利文见面都已经完成可能性啦，现在还在延宕就是以色列不肯停火，这件事情会是一个重要的关键。本来美国就是要沙特的石油出口美元计价那这个美元说了算的世界还可以维持下去。现在这个协议如果不签的话，说明了接下来美元也不见得愿意收，连沙特阿拉伯这里油元的这个支付系统又会产生另外一套的游戏规则嘛？赖教授怎么看？我觉得南方世界，也就是我们所谓的发展中的国家，确实是在觉醒也就是说，过去2次大战以后严格上来讲，其实是美国他所带领的一些有钱的工业化的国家，他们在制定主导的整个世界的所有的规则，所以他们永远有利的。然后发展中国家永远处于不利被剥削的一个地位。好不容易亚洲有4小龙诞生也就是以台湾为领头，然后香港、菲律宾、韩国等这些儒家文化的4小龙。那这个在当时也是很也很闪亮，可是因为经济体太小了，可是美国马上就用301来打压台湾的发展。台湾当时很多厂商就被迫离家出走，就离开了台湾，到了大陆也好，到了东南亚也好。我们也看到韩国后来在97年的时候，它的经济崩溃了那这些都进入了灰暗的一个时代。可是现在中国大陆起来了，而中国大陆的经济体是这么的大，它超过了美国。如果以平准购买力来说，它已经是全世界第1大的经济体，它超过了美国，而它所带动的东盟的，还有拉丁美洲、非洲的经济都起来了。这个一起来以后，就把整个世界的力量的格局就产生了很大的变化。美国跟它的几个国家的影响力就大量的衰败。这个时候确实是南方国家、发展中国家在觉醒了，他们不再接受美国的这样的一种霸凌。而金砖的扩容的成功，在上一届扩容成功，也就是这些能源大国，像沙特啦、阿联酋啦，
或者是像伊朗的他们的加入，使这个金砖国家的吸引力跟力量越来越大。再加上他们主张用本币交易的这一届中，你想想看，有更多人吸引了，因为大家发现不用再被美国所主宰，不要被美元所牵制。是美元的这种增值，使他们的主权的债务受到很大的冲击，而他们发现加入，所以现在有50多个国家在排队，泰国也要加入，土耳其也要加入。那很明显的，俄罗斯已经对土耳其招手了，说欢迎啊。我们看土耳其如果一加入的话，这个对于欧盟也好，对北约来说是一个重大的一种挫败啊。那我们看到整个局势在转变，所以王毅讲的这句话，其实是拥抱更多的发展中国家都进入这个大家庭里面来。在这个里面，我们其实比较突出的，就是因为这次泰国表达强烈的意愿，他要加入。那主要泰国是因为他发现中老铁路贯通以后啊，整个这个辽国就是老挝哈，它本身的经济发展速度实在是越来越快，因为这条运输线实在是太强大了。所以后来泰国很多的榴莲啊，都是走这条路走。泰国现在急得不得了，我们刚刚看到今天最新的消息，泰国的火车跟老挝已经对接了，但是问题就是中老铁路当时是比较快速的啊，是200公里以内的啊，都动车系统的，而泰国的火车是比较慢的。那你想想看，所以王毅这一次很愿意跟泰国合作，也就是协助他把整条铁路的电气化、高速度化、动车化，那么打通。我想这个对于泰国过去的犹豫不决，因为泰国过去比较倾向于跟日本合作，结果跟日本合作了十几20年以后，什么影子都没有。而看到老挝当时果断的就是跟中国合作，老挝成功了，泰国失败了。现在泰国着急了，泰国希望加速。那我们也希望说赶快加速，因为还有一条铁路就是泛亚铁路，要马来西亚的这条铁路要连接泰国一直到马来西亚。这一次李强也要到马来西亚去访问，我相信可能也会有新的消息出现。这整条铁路的贯通跟打通，我觉得对中国大陆在东盟的国家的影响力绝对会越来越大而已，而不会越来越弱。的确，陆路交通的打通是真的改变世界的游戏规则。休息一下，马上回来。金砖国家当影响力越来越威胁到美国的时候，包括北约，大家都跳起来跟担心有没有可能威胁美国的美元地位之外，尤其是沙烏地阿拉伯现在的态度，如果以色列不停战、不停火，那当然有没有可能签成美沙安全协议都有问题。对，因为以色列我看是不会停火，已经做到这个地步了，全世界都在argue 他已经义无反顾了嘛。我今天已经走了99里，最后那10里我不走吗？不走就功败垂成嘛。因为他对外宣传的是巴勒斯坦这个巴解是永远是他的敌人，永远有恐怖这样的攻击，所以他就是拼到最后的。所以现在问题就是沙烏地阿拉伯左边金砖的国家也在拉，他又是金砖的一个董事国，对不对？那这边美国也在拉他。其实沙烏地并不会受到伊朗的这个威胁了，也不会受到以色列的威胁。他签这个条约有没有作用？对不对？分量就是我们要看他的王储是怎么多需要美国？需要美国吗？对不对？所以前一阵子当然沙烏地也摆出我要买中国大陆的军火。那你是为了拿这个来表态来挟制美国吗？要挟美国，你要不要跟我怎么样？或者是说我已经开始打定主意，这个我们有待观察。但是金砖的这个中央银行所拥有的财力，对南方这些开发中的国家有绝大的吸引力，连土耳其都跑来踹门了。土耳其你不是北约的吗？对不对？那对，土耳其也算是北约里的叛将，等了30年没办法加入欧盟，对不对？一天到晚就卖我的战略地位很重要，因为当初美国要拜土耳其摆飞弹，跟俄罗斯就发生过 bargain 了，因为讨价还价。所以这个问题金砖的崛起，美元的往下降，这个趋势已经看得很清楚了。
但是就是时间的问题了。因为经济啊，当然美国现在的优势就是说，经贸活动的金钱的流量越大，势力就越大。那美国在 IMF 它的美元的流量还是算世界第一了。所以中国大陆现在如果说把自己的汇率开放，可能让人民币自由化的进出的话，那金砖的效果会更加倍。所以就看他要不要做。以前是怕贪官污吏把钱汇出去，现在也抓了这么差不多了。那么既然是在金砖里面要办一个主导的地位的话，我觉得中国大陆会开放，因为中国大陆拥有美国所没有的特质。我人民的储蓄率比全世界任何国家高，那又都是国营企业，我要调度多少钱都可以调度得出来。所以你看，在全世界在援助开发铁路了，开发什么公路了。我们讲你自己内部经济还是有些不足的地方呢，怎么可以调度这么大的手笔？最让我惊讶的就是说，它有一点很特殊，南水北调了，涨水入江了，这都是4万亿的投资民主国家没有一个干得到。我们都知道啊，高铁、高速公路都是赔本的，但是对国家的整体经济是有益的。对，美国今天经济为什么起不来？你基础建设都不舍得投资嘛。拜登讲说我要给2兆美金，今天1毛钱也没下来啊，对不对？桥会断，路会破，对不对？那个铁路永远是走不快，所以这个问题啊，常常让我以前我们一辈子都迷信啊，民主多好，什么什么，什么民主国家，台湾也是一样啊。一当选总统，马上就看下面4年我怎么弄，哪里关心到国家的生存大计、经济大计？没有啊。对，你骂蒋经国、讲老两讲父子独裁，不是他那个时候搞10大建设，你有今天吗？问题就是说你执政时间要长，方向要既定，一贯的去做，你就有结果嘛。每4年变一次，每4年变一次，那怎么弄？有时候是人的问题，不见得是制度的问题。对，人治跟法治是一个车子2个轮子，必须并行。对，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当《金融时报》在分析说美元最大的威胁是美国自己的时候，就发现在这个区域平衡里面出了一些问题。其实美国一直以来都是能够威胁他，就是他自己啊。他会搞到今天这个地步，也是他们自己内部动荡造成的结果。美国现在逐渐债台高筑，然后还拼命的，每一任政府毫无例外都在大撒币，没有人愿意勒紧裤带过活。那到最后就是看谁接到一个炸弹嘛，直接引爆。所以这个是美国未来不可避免的结局，只是看能拖延多久而已。所以我觉得很多这经济学家会对美国的未来抱持悲观态度，这也是有原因的。但是你以为拜登或是川普他们不知道这些事情？他们都知道，但是没办法，他们现在只求不要在自己身上发生就好了，就只能这样子，不然怎么办？但是美国最近一直想要去力促沙烏地阿拉伯跟以色列和解，然后还用这个安全条约来当诱因。我觉得这个诱因已经完全没有了。为什么？因为一个显而易见的事情，刚刚孙将军也提到，他2大敌人，一个伊朗，一个以色列。我请教一下，看到美国最近这半年的表现，你会认为万一有一天以色列要对沙烏地阿拉伯动手的时候，你认为美国会帮沙烏地阿拉伯吗？沙烏地会那个以色列会听吗？是啊，对啊，以色列你都不理吗？对啊，所以你跟美国签这条约有什么用？一点用都没有啊！因为美国已经身体力行告诉你，以色列最大，他管不了的，对啊，是被管的。所以对沙烏地阿拉伯讲签也是白签，更何况现在这个时机下去，现在根本就不对。如果说今天是以色列愿意停火了。停下来了，那沙烏地阿拉伯有可能会签，就是因为这代表我带来和平嘛，所以有可能会签。观众平安，欢迎收看 TBS 新闻大白话，我是王浅秋。首先介绍这一节跟我们去讨论国际国内议题的来宾，第一位是退役中将邵哈明将军。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资深媒体人谢汉斌。主持人好，大家好。国际政治专家赖岳清老师。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几个最新的消息，来看看关于淡水这个快艇突然被一艘
穿着西装正装的男士就这样直冲进来之后，还有很多的疑点没有被厘清。第一时间大家惊呼连连之后，有各种报道版本。第一个版本当然是 C 版本，就是说新闻报道都是说这是这位男性的自白哦，他是自己撞到了交通民船，先被民船的东家给报警，然后自己到了岸边上岸。要民众拜托一下报个警啊！我是大陆来的，报个警。这个是自己的版本，但呢，光是官方2种新闻稿的版本，一个是现场的说法，一个是新闻稿北区的这个海巡署的说法，就有不同的说法呀。到底有没有？到底在6海里就被发现加以监控，只是没有通报而已，还是发现不是我国籍的渔船？有没有拦截？有没有打算靠港再逮捕？已经有人准备好要去逮捕，只是还来不及而已。到底是哪个版本？其实现在还没有办法厘清。甚至有没有另外一艘大船在接应，让他直接到海岸上来，不知道。但这个所谓的灰色地带行动是海巡署署长张忠龙说的。他说，这恐怕是一种大陆运用灰色地带行动跟认知作战的手段，企图造成国人的恐慌，就是说有意而为之的认知作战吗？他呼吁大家要理性、冷静、团结一致。共同应对不理性的行为，但我们只是在问，那如果要应对这些行为，你有没有自己一致的做法，或者是可以光是监控也知道有人进来了，淡水河口不会直接开到博爱特区去，你如何去监控而已？我们大家只是问你官方有没有因应之道，但1个多小时里面的3种版本也是没有讲清楚，叫大家不要被不理性的行为所影响。那我们到底怎么个理性法？当然，这一位阮姓男子呢，是根据东森的一个独家画面说，他可能疑似这是他的照片，其实还有待确认了哦。这位2张照片的照片看起来体体面面的，曾经是某地产公司的董事长籍贯在福建宁德市这个地方，到底是同一个人还是同名同姓，还不是完全确定。但的确，他上岸看到的画面是穿着西装裤啊、衬衫啊，整齐干净，装备很齐全，不是一般狼狈的偷渡客。那真的被说很巧，为什么？因为3天前解放军才刚秀出来一个东部战区海军的多艘的导弹快艇的画面影片在附近，结果马上3天之后就有这个前陆军的舰长开船进来，所以这个2004年起的这个装备是不是帮这次的突袭行动做前哨战？大家还有待进一步确认，但他自己不是这样说，他说他是来投奔自由的。除了台海之外，南海冲突也一样，现在被认为相当的容易擦枪走火，风险很高。因为菲律宾重启了苏比克湾机场，这是根据海军新闻的报道说，苏比克湾国际机场建立一个能够支援侦察机还有攻击机的新的前线作战基地，这是重新启用的概念。那是因为菲律宾认为说，面对中国现在更多的争端海域压力，觉得防卫能力必须增加，所以才在这里重建了这个海军基地的设施。那相对于此，美军的双航舰叫做勇敢之盾2024也到这里来了，联合军演南海跟菲律宾海进行当中。美国的2艘尼米兹核动力航母雷根号、罗斯福号都投入演习，这代表美军的重视吗？但是呢，英国学者这个时候说，以前讲台湾嘛，全世界最危险的地方是台湾、台海。现在英国学者说，导火线才是全世界最可能引爆世界大战的地方，在南海。因为中国6月15号开始所实施的这个海警机构行政执行法程序就是说它可以在进入海域的相关的不管人员或船只，可以加以采取行政拘留。上船盘查之后，人可以被带走的，所以英国认为这恐怕会是实质冲突的一个法令依据。那如果这样做下去的话，都会是造成中美直接军事对抗的触发点。如果马尼拉被迫请求美国协助的时候，那美国会怎么决定呢？是根据美菲的共同防御条约来加以驰援，然后加入作战吗？那可以想象，中国海警船在这个地区维护航行自由，跟美军对舰会是什么样的情况？所以当南海纷争这么多年之后，越南有点紧张。越南国家主席苏林特别呼吁，而且外交部也特别发言说，希望能够妥善处理跟中国大陆的海上争端，尤其是跟中国合作是越南的战略选择啊，那也是越南外交政策的优先方向。所以对于经济特区各种合作，他担心，也很怕南海这里发生冲突。彬哥，当我们看到这个淡水快艇的这个事件到现在对于台湾来讲，只是问一个问题：我们到底如何可以确保所有人进来可能从事这种行动的时候，我们又能够帮他掌握啊？不是我觉得
海巡署糟糕的在哪里？就是现在你也是吃了民进党赖清德的口水，是什么都是阿共的阴谋，就结束了，就这样吗？不，重点不在这，阿共有阴谋，我们大家都知道，你们也教我们很多年了、问题是你怎么防范这个阴谋啊？其实这艘船到底怎么来的嘛？你到现在没给我们解释，它到底是就这么一艘快艇横渡了台湾海峡过来的，还是中间有大船放它下来的，还是怎么样？你完全说不清啊。然后到底是他自己投案的，还是你们抓到他的，你也讲不清楚。那到底是怎样？为什么什么东西都搞不清楚？其实我觉得这个很可怕。大家想想看，如果他一艘快艇就可以从中国大陆直接冲到台湾来，那我就不知道我们的海军、我们的海巡到底是干什么吃的。这一两百公里这么宽阔的距离，居然没有人发现他，让他直冲淡水河口。那假设真的他自己报案了，那就表示这个家伙如果不是选择在渔人码头上岸，他选择在博爱特区上岸也行啊。反正你们都不知道，自拍一张，对啊，再给他给。所以要把事情搞清楚嘛，要知道自己的漏洞到底在哪里，赶快把漏洞补上，这才是重点，不是吗？而不是去推卸责任啊！你推给老共有什么用？你推给老共，他下次再派来，然后你再抓不到，是这样吗？这到底在干嘛？我真的不懂啊！所以赶快去厘清真相到底是什么。那当然，这个人的背景身份也是要去查。我是不太相信他是有董事长身份的，我是搞不太清楚。我觉得可能性应该不是这么高。董事长干嘛搞这种事，我也搞不太懂哦。那重点是我们自己到底怎么样去补上这个破网，怎么样去防患于未然？因为你以为这是唯一的一次吗？搞不好人家早就这样做很多次，只是你不知道只是你根本没拦住。他这次是刻意想让大家知道，否则他还是可以轻易离开的。对啊，如果照他这样子的话，他其实不要选择在渔人码头，他在北海岸任何一个地方靠岸上来，你也不会知道，根本就不晓得，因为我们很多海岸是根本没有人看守。他擦撞之后上个岸，其实混在人群里是找不到人的，没有人会知道。难道请沈伯洋来看，一眼就可以看出来他是第5纵队，是这样吗？不然我不知道你要怎么分辨出来。那022快艇最近他们在东海在用，可是如果他们真的是在帮快艇测试的话，你要知道这一次他搭的这个橡皮艇，不是橡皮艇，这个快艇最高航速只有30海里，022是可以到50海里了，所以比它更快啊！它一下就冲进来了，你完全没办法追哦。我们目前海巡最快的船也不过32海里，也就是它如果冲进来，你追都追不上。所以请问一下，那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呢？那南海这边，当然美国一直在秀肌肉，也把日本啊、加拿大啊、澳洲啊全部都找来帮菲律宾壮声势。可是问题是，他也顶多只能够时不时来演习一下而已。他有办法常驻在这个地方吗？显然，日本、澳洲、加拿大这些国家是办不到，只有美国行。可是你看，我们已经讲了很多次，每一次冲突的时候，美军不是站在第一线，美军是站在后面，都是让菲律宾往前顶。那现在有人研判说，大陆通过这个法之后，会不会逼迫菲律宾去向美国求助？其实不用通过法，我相信菲律宾早就已经向美国求助很多次了，只是美国不便出手而已。所以你说未来这边会不会直接酿成核子大国之间的对战，引发世界大战？我认为可能性没有那么高了。那当然，随时都有可能擦枪走火，谁也不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事情。但是我认为可能性并没有强大到这种地步，我是觉得我蛮保留的。那至于说南海的问题到底要如何解决，我个人是觉得，本来中国大陆就提出了南海行为准则，就是一个对周边国家都好的一个解决方式，大家坐下来谈，彼此约定好，暂时搁置主权的争议，这不对大家都好吗？只对一个国家不好，那个国家就叫美国，包括对菲律宾都比较好。那整个南海的纷争，现在从头到尾在做梗的就是美国嘛。所以我觉得南海这些国家应该要想清楚，怎么样对你们才是一个最好的选择。把美国摒弃在外，不是比较好吗？南海的事情应该南海的国家自己来解决。将军对我们海防的空洞，会不会觉得到不可思议的地步？而他认为被认为是刻意而为的军事刺探的可能性高吗？这个问题要分2个层次来看，一个就像这种灰色的行为、挑衅的行为啊，那其实也有解决的办法。比如说，你对这个人的审讯，他开这么长的路，他油料够不够？就是你这个船有一定的这个里程嘛，开那么长时间，两岸的雷达都没看吗？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啊，他一来就先打出一张保护牌，我是来投诚的。因为金门我们以前也碰过这种，那就遣返回国，就他可以认为有这张牌呢，可以安全回去。但是呢，
是不是给我们的海军手一个巴掌打脸是成功了？因为你没有抓到他。第二个呢，也是给台独做一个挑衅的一个行为，打脸。这个打脸打的是包含我们整个国家安全的问题。你说这问题解决不难，很容易。你的渔船，我在海军总部看过海大城的雷达，那的确跟芝麻大点啊。那台湾海峡里面，密麻麻的，这叫一把芝麻撒上天，满天都是这个船，对不对？渔船、货轮、什么游艇，对，很简单。你近海，我们的渔船座位应该有一个 CFIR， 就是一个信号，识别信号。是，那你凡是发现没有识别信号传进来，就有一个。第二个，你有保持机动的技师艇，就马上去处理嘛。凭良心讲，你没有可以机动的技师艇，6海里到你进来已经来不及了。你没有随时待命的嘛，你一个命令一个命令再去启动发达再去找，那来不及。所以这个问题，海岸应该加强所谓识别信号跟那个。我担心的是什么？这是一条公台的高速公路，而且我担心的是为什么担心？我们汉光演出来的这个反制手段，我根本就不认同。搭 M3 浮桥，上面装了汽油跟炸药，人家一个无人艇一撞，你自己整个浮桥没有了，那后面路是不是都开了？那以前的演习我也非常不认同，宪兵跑到巴黎大桥用步机枪，你的对手是高速的快艇呢，他们最高的快艇可以到50节，是啊，90公里的速度，你拿步枪、机枪、拖式飞弹，你都没有办法锁这个高速进动的东西了。所以这个问题，真的我的担心就是说，如果大陆犯台，在竹围海滩、在桃园海滩登陆，这么一个突击部队直取衡山指挥所，直取总统府，哪怕你没有攻占，在总统府挂上5星旗，那整个台湾防御的军心士气全部垮了。所以他不一定要占领的，他只要进了到总统府，把旗子一挂，这就是整个反登陆作战就很有大的影响。哎，我已经占领了它。所以这个问题应该从根本去做起。其实最古老的方法有了。我在年轻的时候，在突击队受训的时候，淡水河口有日本人留下的龙池，没有的话你重建嘛。龙池只开一个渔船的口子，那我这个机枪也好，什么火炮也好，守的这个口子，你只有从那个口子进来，不是很容易打中吗？第二个，巴黎大桥挂上钢席，钢席很重的，你看过渔网吗？渔网下面有那个秤砣一样东西。你只要降到河面下1公尺，什么快艇也冲不过去。岸边上安排我们海军的40近防炮，1分钟可以打出几千发的这个机炮的炮弹，什么船都给你打烂了。就算中共的气垫船能够飞越龙池，但是气垫船是靠旁边的皮群兜住这个空气的地面效应，掠海而过。你只要打破那个皮群，它就下水了。所以问题不难解决，看你有没有决心做。这么多年的汉光对河防这件事情，我觉得都没有走对。你说花的钱多不多？不多。台湾盖个桥也花不了多少钱嘛，盖个龙池花不了多少钱，盖个钢席，那个钢席我们知道只有关渡啊是河面最窄的地方，这个地方卡住了，你就没有后顾之忧了。你前面做什么？你先关渡师还有105炮去封锁这个河岸，你没打到艇，把它这一岸打到了，这一岸的火炮没打到艇，把巴黎那边的海岸打到了，那都不是正确的防御手段。正确的防御手段是要拿打飞机的机炮，用雷达锁定，高速1分钟4500发子弹出去，什么艇也给你打爆掉了。所以这个海防问题，我觉得国防部要好好研究了。不是你们现在讲哎团结，大家不要惊，你没有解决问题啊！你海巡署长讲的不是团结的问题，团结不是你讲的，哦，大家一团结就装的没看见，闷头睡觉，这个问题才是我们今天的官员啊，你该负的责任你没有讲，你说疏忽的我惩处，弥补的办法拿出来啊！渔船上为什么不能装识别记号？我为什么在河口没有机动待命的部队？对不对？那我最担心是正式打仗的时候，一冲进来就到了衡山指挥所，到了总统府，这个对新战的效果很难以想象，这个问题才是严重。
将军的专业意见，我相信官方应该要听啊。但是重点是我们连发现都没有啊，那后面要进一步的各种防范跟什么机炮啊、什么拦截，你没有发现，你也没办法做啊，这才是重点啊。讲得好，浅秋，真的是民进党政府，特别是民进党政府的这个台独的这个国安团队啊，他们的脸真的是丢光了，一点战术观念都没有。一艘民间的没有任何隐身设备的一个快艇，就这样大拉拉的穿越了100多公里的海峡，然后就进入了我们的淡水河里面。其实这个就代表什么？这叫代表台北不设防每一次的汉光演习都在虚应故事，都在演给媒体记者看，演给老百姓看，马上又要登场的。对，然后都在作秀，因为都在演。其实蔡英文就最喜欢演嘛，他的所有的稿子都要靠文胆来帮他抓刀，然后呢就看着稿子念，其实都在演戏，全部都在演，从头至尾演到底，演了8年，所以军队跟着蔡英文演了8年，演了8年，一艘没有任何武装，没有任何隐身，没有就很普通的一艘，而且还速度还不是特快的一艘快艇，就这样子穿越了台湾海峡，就直接进入了淡水河。而我们的这些海巡署、海军、国安团队全部都在说大话，而且说空话、说假话。为什么？他说他发现了，然后呢，他继续走，然后说我看到了，然后呢继续走，然后最后是他自己碰到了船，自己靠港，自己找路人甲乙丙，请他们帮我报案，然后海巡的人所有的都不见了，海军不见了，所有的国安团队都不知道在哪里去了。这个叫代表什么？脸丢光了就怪大陆。坦白讲，继续玩下去嘛，看你继续怎么样来继续玩嘛。每天只要讲认知作战，只要讲灰色地带，用那些空洞的、没有意义的、满嘴的这些名词，就能够把故事虚应过去。因为好官自他当。另外，南海的问题，坦白说，我们是有焦虑有忧虑为什么？因为菲律宾他知道他不是一个咖，可是他依靠的是后面的那一个叫他去玩的那个美国。那我们看到这个整个冲突的局势在升高，美国也搞的2个航母要给菲律宾撑腰，那目的在哪里？希望中国大陆会怕，所以他的希望是大陆怕了。可是大陆的解放军在这2天也在南海举行实战跟实弹的射击演练，那3个联5大区都下去了，一个是联5 2D 也都下去了，就在这个地方举行实弹演练了。你美国航母在玩，大陆的解放军的操演也就在南海这个地方进行，就对着你的航母，其实本来就是对你的航母在练打嘛。那这样的情形下，等于是解放军告诉你说你吓不住我。那问题来了，到时候15号、16号开始执法了，万一有碰瓷怎么办？那碰到了以后，你美国如果没有进来，菲律宾被抓走了，那你美国整个信用破产。你美国进来的2边开始对峙了，那你美国真的准备好要跟解放军在南海打一场架吗？我认为你美国根本也没准备好，所以虚张声势这种装腔作态以为可以吓到别人，以前可以吓第三世界的国家，可是要吓中国大陆，我倒觉得吓不住的啦。